吉利汽车的充电桩不充电，插上直接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4S店好使啊4S店一插上一降电就好使，呼的就充上了。对，它直接就是蓝光了。直接就蓝光了。对，我这插。而现在是红光不对是吧？啊，红光。现在就是红光不好使。对，必须是蓝光它才好使。它现在就等于属于那种什么电保护，它那个调不。电压还行啊。电压是没什么。电压还行啊。电压正常，那就地线有问题喽。一般充电桩充不上电是接地不好，看一下接地。他们说这个地线又重新做的地线，打在地下2米，然后有焊接的螺丝压的线，应该不是地线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呢？测一下地线带不带电。地线用电笔测不带电，0伏。测零线带电，但是这个电压不稳，一会高一会低。20多伏。再测火线，火线电压220正常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啊。以前充电桩充不上电是地线带电，零线带电，现在是零线带电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还得用万用表测一下火线与地线、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。一支表笔插地线，另一支表笔测量火线对地线。哇，这个电压高了，超过了250伏。再看一遍，表针啪摆到头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把档位升高看一下。再测火线对大地，地线300伏啊，超过了250伏，这个电压有点高，出乎了我的预料。为什么呢？我在问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电压确实高。接着测，把档位达到250伏档，测量零地之间的电压，零线与地线170伏左右，170伏左右。正常情况应该在0到3伏之间呀，所以这又出乎了我的预料。是我的表有问题吗？那我再用数值表测一下电压呢，看一下220，这个为啥显示正常呢？因为火线对地电压220是正常的，而我指针表为什么测的300伏呢？再看零线与地线12伏，而我指针表测的100多伏。而他们也说过来检测电路的师傅都说零地电压、零火电压正常，所以我就很奇怪，电压正常为什么充不了电呢？所以都怀疑是充电桩不好。我觉得查这种故障还得用指针表。接下来我准备去上一级电表看一下。上一级的电闸在这个地方，打开这个电表箱测一下，它的充电桩就是接在这个电闸下面的。那就测一下3相电在这个地方对地电压正不正常，对地是不是有漏电的。它这又重新做了接地线，这个地方又做了接地线，等于说是双接地。用万用表测量，一个夹在地线上，另一个表笔去测量，先测量零线对地150，挺高。再看一下这项火线对地，一样是超过了250伏，太高了。再看这一项，啪又100到头，太高。这3项火线对地应该是220，现在都超过了250，也就是300伏左右。所以说这是我很挠头的地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种故障现象是很少见的。那接下来怎么测呢？另外我测的3项电压之间都是400伏，这个电压很正常，3项电压正常。然后再测每一项火线对零线电压正常，也就是说咱们家用电火线对零线之间电压都是220伏。所以说他们说村里边用电都很正常，为什么到充电桩这就不正常？这个电表就是从这个变压器接出来的，而电表到充电桩也就20米的距离，很近呀。是充电桩电路的问题吗？他们都怀疑充电桩。为了它是有东西，我这个充电桩都拆了。拉充电桩以后我再测电压。
还是这样。和你充电桩没有关系。没关系。电压都超过了250了，超过250了，也就是说跟你那个没关系，它这个电压是有问题的。是它这个变压器没做接地吗？变压器做接地，他们做接地，要不然我电我掉了，真的是。主要是看做没做接地，主要是看它的零地是不是。他以前为什么火候呢？不知道，这种情况没办法解释。我就是过来还是弄。这种情况，要么说地不好，接地做的不好，不是你接地做的不好，是他们的接地做的不好。这种现象很迷糊人。这个变压器，它这个变压器出来的线上了杆儿，又从杆上下来的线进入它的充电桩。现在打开这个变压器看一下。要测吗？哥，你让他讲了，你不过来看我的这个变压器这块，我那个告诉没问题，就是这加这个变压器。这是零，这是 D， 零线带电，D 线就不带，因为我站的是地上，它和地是同源的，然后还是零排应该是没做接地。我测一下零它们之间的电压，零 D 之间有电压，而且这个电压在慢慢的升高，在慢慢的往上涨。哎，这是为啥呢？为什么呢？而且这个时候你再去测零线带电多少伏，41伏，电压高上来了，电压不稳定，一会高一会低。所以说现在这种故障现象，我基本上就猜出来什么原因了。哎。不通，不是，不通。用望远表乘1档的测通段，发现不通，管这一片的电工来了。所以说我说吧，排查我只是看看，我不会动那个电路的。这个电路应该是供电所来动，对吧？16伏。这个不止16伏，这个电压不一定，因为它和地之间没有回路，所以说你测的这个电压和望远表测的电压还不一样。望远表测的电压100多伏，望远表测这个100多。望远表测的零和地之间100多伏，但是火线和零线、火线之间都很正常，但是它和地线之间就不正常了。这就是说，它这个地和零之间应该是连一起的，没做。哦，对，它应该是连一起的。它这个充电桩，它这个充电桩也没经过这里边。我知道没经过，但是这里边的电压影响到它的充电桩，影响到接地。它这个电也没经过这个配电室，没经过这个配电室。啊，那你不是用了这个配电室电？它电对那是充那地下的，它没经过这个配电室。不，它为什么不？这个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它出去的是往上走的。哦，是吧？对吧？它是从这出去的，往杆上走的，它又从杆上接下来的，对吧？等供电所来吧。他必须来啊！这一个电话他们就来了。那谁给你说的？供电所。我去供电所的。哦，你供电所的。好。我认为是这边的线路问题，他们认为是充电桩的问题，所以说不太欢迎我去检测、检修。人家都发火了，可我就是认为变压器有问题。人关上门不让查了，这个时候本来是可以走的，但是我想看一下问题出在哪。供电所的师傅也来了，我先看一看吧。这里有个缝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接地体连出的接地线，但是看不清楚连哪去了。在箱片下边有个很大的空隙，这里有几个砖，我把它挪开能看到，可以看一下，里面是有接地体，还有压出的接地线。上面的接地线是接地排，再往里看有个线鼻子没压没接，在那里当啷着。
这个接头一共接出了3根接地线，去看一下。缺一根，它缺一根地线上去接那个中心点。把钢块冲往下溜。如果我错了，那就是书上错了。这不这根线在这了，没压去。一根线。这不是2根线吗？这个，少一根地线，少根地线应该接中心点的，没接。如果说我错了，那就是书上错了，那就是教科书上错了。哎，我是跟书上学的。所以那根线得接到零排。这个箱子换的时间不长，就是说在接线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线给忘了，把这个线拽上去接到零排上。按照原理应该接到零排上的，把它压到零排上。送上电以后再测量对地的电压，可以看一下，火线对地，和零火之间的电压一样，240伏左右。正常的情况，火线与零线的电压，火线与地线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，这样就好了。我给你送上电你试试啊。好了，看能不能充电吧。这箱子都挪出去，下雨就完了。钥匙吉利充电桩。绿色的吧？绿色了，你等我查尝了。绿色的。哦，绿色了，绿色了。刚才是红色的。现在绿色。上去成功。一样的颜色。一样的颜色。哎，好了。不是我俩吗？你听几个师傅笑得多开心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。我前面说的是，如果我错了，就是书上错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一个 TT 接地系统图，这是变压器这一块，变压器3象线圈，输出3相电，3根火线，但是它有个中心点，中心点要接地的，接地，这是打入大地的接地体，就是它包括充电桩，包括3项设备或者是220的设备，它都需要做接地，这就是 TT 系统的接地方式。你看啊，它的零线，这 N 是零线，在这个地方是需要接地的，连在一起的。而变压器的中心点也是接地的，它这个接地体还连出一个地排，也就是说是变压器的外壳、配电箱的外壳、箱变的外壳都是连的地。现在这种接地形式很常见的。还有一种就是 TNS 系统，这都是书上的理论知识，然后用到现实中就是呈现那样的故障现象，以前也是不多见的，因为谁也不会怀疑变压器这一块也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一般不会怀疑，只是我运气好而已，运气好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